我昨天不让人掏老窝了吗？本来寻思今天得吃折螺呢，但这帮老小子掏挺干净，不光菜没咋剩，我看我弟家的烤箱和冰箱里的俩猪蹄也没了。我一度以为这几个爹是借着聚会的慌他妈上我家上货来了。我以前觉得切蒜苗的声挺治愈，但现在它也治不住我了。我打算等会儿炒蒜苗的时候烹点云南白药，我这火上的可太他妈大了。汗毛给我燎掉了。这可他妈真那个屋漏偏逢他妈连夜雨啊！家让人掏空了，汗毛还没保住。这排骨我原来是打算切成小块烹成蒜香骨吃的，气的也他妈忘腌了。好在这帮爹还给我留了点糖，烹成糖醋口吧，要不这可真是闺蜜一过，帽子到货，哥们一来含泪拜拜。今天这饭非常好做，因为全看他妈家里还剩啥。也行啊，没得选就是最好的选择呀。家里剩的就整出这么几个玩意儿：蒜苗炒肉又炒蛋、炒豆角塞、尖椒酿肉、糖醋小排骨，还有昨天因为烫没拿走的 ST。我们哥俩今天只能吃这些玩意儿了，当他妈减脂餐吃吧。去你！我的妈呀！我一看这个小烟冉冉升起，我就感觉到回来了，全都回来了。东北人可以一辈子不吃爱情的苦，但是他3天不吃烧烤，他马上抠眼珠子。而且你别管烤啥，烤上就行。我现在觉得这个炭烤的都挺有食欲。我这手又有点犯毛病了，找了2个大手外援，给他拿了一瓶烧烤快乐水，先溜溜须。我说等一会儿这个生蚝、腰子、韭菜啥的，先往我这桌上一上啊。真的，我是发现了，普通人烤串废料，大手烤串废肺，这肺活量不行，真来不了这个。我还发现海鲜进入东北可能有1万种方法，但它的理去只有一种方法，就是加点蒜蓉给你烤的梗梗啾啾的。不管你是帝王蟹还是小蚬子，在烧烤面前众仙平等。我必须得再说一次，我们家烤的跟点似的这个烧饼。原来家里来人，我爸都是先介绍我，后来看我实在没啥出息了，研发出这个烧饼替代我。完这一小子老抢我生蚝，我实在没忍住，我又给他1签子。你看看我一共才吃了几个呀？给他撵一边吃蒜去了，那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吗？要说跟烧烤最配的，还得是这个望山楂，酸酸甜甜的，加点冰块，这一口多带劲呢！而且还是气泡果汁儿，你不管吃多肥多腻的，一个大格全给你解决掉啊！关键它还有个说法，就这个瓶的插花叫望桃花。一听说望桃花，你瞅这俩抢的。今天还烤了点板筋、茄子、干豆卷，像这种烤的直冒黄瓤汤的蚕蛹，我一般都是5串起。这种皮儿都烤的脆脆的大虾，我一般都是先问价。我们吃完了，正研究上哪洗澡去的时候，我爸在后面嗷嗷一嗓子：“再给我来2串腰子！”我当时就觉得我爸必将为这荒诞的世界留下点什么，我说给你起个笔名吧，人间大安排。我最近特别爱吃那种即食的带鱼罐头，尤其是吃饭的时候，就不管桌上多少个菜，要是不开2罐带鱼罐头，就感觉这饭吃的空落落。所以我去买了300斤冻带鱼，我寻研究研究这玩意儿在家能不能做。不过刚开始我们很纠结，就这层银膜需不需要去掉。后来试了好多做法，还是决定给它刮了。因为在北方买的冻带鱼，它的死亡时间可能比我年龄都长，这就导致它外面那层膜特别腥，炸的时候还容易糊。但是这层膜呢没那么好刮，而且内脏化了还有特别大的腥臭味。我们整整干了40个小时，从黑天到白天又到黑天。我从最开始闻不了腥味，后来活生生的给我干的都闻不着腥味了。妈，这活干真绝了。然后这冻带鱼在刮完膜之后，还得再去除它的贴骨血和黑膜。为了吃的时候口感更好，我连那鱼翅都给剪了。真的，我从来没见过这种颜色的带鱼肉。没想到脱去了现实主义的灰色外衣之后，里边居然藏着一颗粉色内心。这带鱼肉现在直接上嘴舔一口都不行，那完全是母婴级的处理标准。不过收拾的这么彻底吧，就是有点费钢丝球。我第1天买了50个，第2天买了100个，第3天我眼见着那超市连夜上了8箱货。但好巧不巧的是，这会儿我们已经把鱼都处理完了。这些带鱼在切成段之后，还需要再腌制一下才能下锅炸。这会儿正好没啥事儿，就试试在得物买的新衣服。最近天暖和了，在得物买了几件小七喜的卫衣和外套，这一件是100多块钱，马上开春了，出门穿个卫衣正合适。有想买的直接点评论区链接就行，还有机会抢1000元的无门槛优惠券呢。这几件衣服都是他家的，现在换季有折扣，可划算了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然后这些带鱼段腌好了，就可以直接下锅炸了，一点淀粉都不用放，炸透了就是特别好吃的干炸带鱼。不过一下炸了这么多鱼，屋里还逐渐有了点炸东西那种香味儿。这现在呀，地是腥的，天是呛的，整得我一时之间都不知道朝哪边喘气儿了。
然后为了让这罐头更好吃，我还放了好多五花肉和黄豆。现在炸好的带鱼段再配上汤料辅料，就可以直接放到高压锅里压了。这出锅之后就已经非常好吃了，软烂入味，就连鱼刺鱼骨都吃得特别酥。不过这鱼类罐头放凉了才是最好吃的，而且汤汁还会变成这种端端的鱼冻。这回呢一共做了2个味的，一半红烧一半香辣。就这要是拿到单位或者学校食堂去吃，那放饭的时候绝对是全场焦点。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好吃的吃法是可以把它拌到一碗刚出锅的米饭里，等平时犯懒的时候来上这一碗又能吃饱又能吃爽的猫蜜饭，吃完了再来瓶甜水猛劲儿打个嗝，我天哪，这不绝世香香吗？天太热了，吃不进去饭呢，我得做几个下饭菜，要不我该瘦。这豆角太梗了，比我们同事都梗。我的同事说：“整懵了吧？整懵了就别整了。咱们这个智商知道筷子不能咽就行。”去你妈，粘一起了，嗦了一下啥味儿？完了，小味儿嘎嘎的，饭焖少了。我本来是想做水煮鱼来的，但是我不会收拾鱼，我就问卖鱼的大姐能不能帮我骗一下子。她非常慈祥的看着我，她说：“你乐意买不买？不买滚一边儿。”哎，文化差异，我在广州人恨不得把鱼刺都给我挑出来。唠唠眼前的事儿吧，这个辣子鸡你觉不觉得缺样东西？就是一咬滋滋冒油的鸡皮，肉丁炸的干巴的，有啥可吃的呀？还塞牙呢。今日的荤素搭配，最爽的一步终于来了。看看今天的家常便饭啊，干豆、公丁、辣鸡、水肉啊，反正我今天就自己在家随便吃一口。那什么，你定没定呢？你要没定，反正我也自己，我帮你研究研究定啥呀？我说个是，今天又没做饭。我操，忘放油了，忘放胡椒粉了，烤破了。这妈没个烤，又他妈没贴好，这啥破玩意儿？不能扯淡，你那面肯定有点毛病。我这面一点毛病没有。哎呀妈，太咸了，又做失败了。操！有彩蛋。在煮熟的鸡蛋里加入酱油和麻油，你即将解锁鸡蛋的神仙吃法，把它捣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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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去你妈的！什么他妈玩意儿？还他妈神仙吃法？这他妈神仙也吃不着！我操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想不想吃烤猪蹄儿？那都说男人是大猪蹄子，我一看这俩是我哥们儿啊！你俩谁呢？夯啊！划手了吧？你们比叉下去吧，太他妈难切了。这哥们上辈子应该是个渣男，上辈子就那么地了，你们这辈子还给我伤了，操！料炒香了，给他泡泡脚，完了酱油、生抽、蚝油、豆瓣酱、山楂片、盐，汗蒸15分钟，开始调料。就这些玩意儿自己看。泡好之后，来给我哥们推个油，不是刷油下药。这20分钟桑拿，这滋滋冒油的能不香吗？烤肉店偷的调料，系上你的围嘴，咱们展示上音乐。挺香，又整3、4个小时，这忙活啥了？我这都。其实我刚才那个烤糊了，我为了拍的好看，我把另一个也烤了。凌晨2点46分，我他妈这个也烤糊了。就照我这方子来，你中间一定记他妈扒了一次啊！彩蛋，我终究没救活我的鲍鱼。我本来给他准备了2个小朋友，现在让人家反客为主了。咱们现在一起等他俩长成帝王蟹吧。我还是心疼前年丢那榴莲。再见。我最近特别好奇那种细如发丝的龙须酥是怎么做出来的，所以我买了100多斤糖，我想在家体验一下这个过程。然后做之前我看了一宿教程，我当时感觉我厉害透了，甚至我觉得这玩意儿都没有小时候翻绳难。结果干上之后，那翻车都要翻出花来了，那糖不少软了就少硬了，甚至有一单我那糖拉着拉着还给我弟头发粘一起。好家伙，正值正月，他头发赶上这么大个节，这事儿我想想都替我爸感到后怕呀。后来在做的过程里，我们一直在失败，甚至一度熬糖的速度都赶不上我们失败的速度了。关键这玩意儿它没法通过结果倒推过程，就是失败了之后，我们不知道因为什么而失败的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我们知道错了，但不知道错哪儿了。后来我去问了问我姑，我记得他2年前就做成过，他在一些细节上帮我们进行了校正，同时让我明白了很重要的一环是拉糖时候的温度。这个温度虽然没有具体数值，但是可以通过一些行为给它具象化，就是拉糖的时候，只要它足够把手烫得通红，那这事儿基本就成一半了。
然后随着越来越成型，我们就打算去挑战超大份的了。做之前打算先补充一波体力，就喝了几个特仑苏早餐奶。这奶是我最近在淘宝囤的，最近他们百亿补贴活动，这一箱到手才30多块钱，比平时买便宜20多，我直接囤了3箱。现在去淘宝搜淘宝百补123，或者点左下角就能看着。还有好多数码产品也全网低价，价格贼合适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但是这大号龙须酥拉起来可比小号难多了，很多环节都是亮面产生了质变。而且我发现多人一起拉糖，考验的其实不是默契，而是情感。那干的时候我仨都快毕业了，我当时就觉得有些老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，这3个和尚凑一起呀，他果真是没水喝呀。后来我们在长达30多个小时的失败里边，终于找到了一些技巧。这回拉完之后，那龙须酥真是要比头发丝还细了。然后为了好吃，我们还加了点坚果碎，这吃着跟小时候在街边买的简直一模一样。不过想想也挺神奇，平时我都是看人在夜市拉，从来没想过这玩意儿居然自己在家也能拉。后来其实我又尝试了很多次，我试图能找到一些可以量化的标准，但成功的概率非常低。所以最后我总结为，只要不是老师傅干这个，那想成功的办法只有一个，就是撞大运。而且这个东西吧，其实不太适合在家做。我们做完了之后，那屋里跟喷过灭火器似的。完了晚上洗澡的时候，居然还洗出一身欠来，你说这你受得了吗？这个。